云如歌有些不解，他看着叶晨，诧异地问：叶先生，您和林小姐为什么要冒险接近吴飞燕？这不是太危险了吗？叶晨淡然道：听起来是挺危险的，但其实我与林小姐也并没打算争取接近吴飞燕。林小姐的想法是想打个时间差。据林小姐分析，吴飞燕所到之处，破青会的成员大概率已经撤出，况且现在破青会全体进入静默阶段，所以只要这个时间差打得好，她要去的地方对我们来说反而更安全。说到这里，叶晨不禁感叹道：他是我人生至今最大的敌人，我总得先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子，况且他这次来华夏目的很可能是去10万大山，我也想知道当年那位孟长生究竟在何处闭关修行。云如歌听到这里，轻轻点了点头，他开口道：叶公子与林小姐胆识超群，谋略过人，实在是珠联璧合，您二位联手定能击败破青会，手刃吴飞燕。叶晨自嘲一笑，淡淡道：想击败破青会，综合实力就要超过破青会，想手刃吴飞燕，个人实力就要超过吴飞燕，这2个维度无论哪一个，我们都还差得远。云如歌认真道：事在人为，在下坚信叶先生一定能做到。说着，他立刻对叶晨道：叶先生，吴飞燕曾教给在下一道心法口诀，运转心法便能将自己的气息与灵气的踪迹隐藏，我将心法告诉您，您自己试一试。叶晨点点头：那就谢谢云小姐了。云如歌没有藏私，立刻将吴飞燕交给他的心法一字不落地交给了叶晨。叶晨记下之后，尝试运转心法，果然感觉体内灵气仿佛在体表形成了一道屏障，将所有的灵气锁在其中。云如歌见叶晨成功运转心法，便开口提醒道：叶先生，这种心法有一个最大的弊端，就是灵气的气息被隐藏之后，您自己便也无法再使用灵气，一旦使用灵气，隐匿的效果也将立刻终止，所以您一定要小心一些。叶晨微微点头，一番道谢之后，便对云如歌说道：云小姐在这里好好养伤，我从滇南回来之后再来拜访。云如歌下意识道：叶先生，要不在下也跟您一起去吧，万一遇到危险，在下也能助您一臂之力。叶晨摆摆手：遇到谁都能找你帮忙，但唯独遇到吴飞燕不行。你的泥丸宫里有他留下的阵法，我觉得以他的阴险歹毒，他一定有启动阵法的方式，所以云小姐还是不要出现在他周围比较稳妥。云如歌轻轻点了点头，他觉得叶晨所言很有道理，吴飞燕心狠手辣，既然能在自己的泥丸宫内留下一个强大的自爆阵法，那他一定有催动阵法的方法。于是他便开口道：那在下便提前祝贺先生凯旋。此时此刻，吴飞燕乘坐的波音777已经飞过了新西兰领空，不久后便将在澳大利亚降落进行燃料补给。近10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虽然已经很快，但还是让吴飞燕有些焦虑。自打师尊的画像在金陵问世，他的心态就已经崩了，完全没了一个400岁女人该有的沉稳。他一个人看着面前的飞行航图，盯着上面的高度、速度数据，不禁低声咒骂：现代科技发展得越快，这帮王八蛋就越唯利是图。当年的协和式飞机1小时能飞2000多公里，现在的飞机竟然连1000都飞不到，能飞到1000的航程又不够长。一名机组人员见他有些愤怒，连忙上前恭敬说道：英主消消气，咱们这段航程实在太远，就算是有协和式客机也很难胜任。它的最大航程只有5-6千公里，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墨尔本的话，协和式客机只能飞到一半，而且这中间全是大洋，
我们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降落加油。吴飞燕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，示意对方不要来烦自己。他也知道超音速飞机有很多弊端，用那玩意飞超远程航线，跟用新能源汽车开长途一样让人崩溃。于是便也不再多说，只是心中的烦闷始终得不到排解。就在这时，他面前的卫星电话忽然响了起来。他低下头，看着电话上写的陈志明3个字，一下子坐直了身体。随后他立刻接通电话，冷声问道：安家人有什么消息吗？电话那头，叶晨的小姨父陈志明急忙说道：回禀英主，属下刚跟安悠悠联系上。吴飞燕咬牙道：他们果然没死。说罢，他又问有没有打探到什么消息。陈志明恭敬道：属下打电话给您，就是想向您汇报一些情况。吴飞燕冷冰冰地吐出一个字，说。陈志明连忙简明扼要地说道：安悠悠告诉我，在金陵救他们一家的人与在纽约救他们的人当同一个。什么？吴飞燕脱口道：消息可靠吗？陈志明道：安悠悠亲口告诉我，应该不会有错。另外，安悠悠还告诉我，那人是在常胜伯出现之后第一时间出现的。他若是再晚半步，常胜伯在死之前恐怕也能将安家人尽数斩杀。吴飞燕阴沉地说道：现在说这些已经没什么用了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弄清楚那个人到底是谁。说着，吴飞燕又问：你有没有问过安悠悠，对方那日去救安家人，有没有对常胜伯说过什么？有。陈志明下意识地说了一句，随后便一下子陷入忐忑。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跟吴飞燕解释叶晨留下的那句话，生怕英主一个不高兴便要降罪于自己。吴飞燕听出他有些畏手畏脚，便淡淡道：你放心，我问你什么，你就如实回答什么，就算有些言语冒犯，我也不会追究。陈志明这才松了口气，连忙道：安悠悠说，那人知道长胜伯的身份，也知道破清会的存在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还知道您的身份，还说。吴飞燕一听话题引到了自己身上，自然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后续详细内容。听电话那头半天没有动静，他冷声呵斥道：要说就快些说，要是不想说，以后就把舌头割下来。对方一听这话，顿时忐忑不已，连忙将叶晨想要转达给吴飞燕的话说了出来，道：他说要亲手把您的脑袋砍下来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